宇宙中真的应该有外星人吗？如果你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边上，这片海洋里只有一个岛，岛上住着一群从未见过其他岛屿的人，他们会相信这片海洋里只有自己这一座岛吗？理性告诉我们，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猜测，海洋那么大，怎么可能只有一座岛？宇宙比这片海洋要大得多得多，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就有2000亿颗恒星，而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至少有2万亿个，每一颗恒星都可能拥有1颗或多颗行星。这意味着宇宙中的行星数量多到连天文学家都不敢轻易说出那个数字。1961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来量化这个问题。他设计了一个公式，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银河系里有多少个文明愿意并且能够联系我们？这个公式只有7个变量，但每一个变量都可能彻底改变答案。第一个变量是银河系每年诞生多少颗恒星，第二个是这些恒星中有多少颗拥有行星，第三个是每个恒星系统中有多少颗行星适合生命存在，第四个是有生命的行星中有多少真的演化出了智慧生命，第五个是智慧生命中有多少发展出了能够向宇宙发送信号的技术，第六个是这些技术文明平均能存在多少年，第七个，最后一个变量最残酷，是他们是否愿意联系我们。用最保守的参数代入这个公式，你会发现银河系里应该存在至少20个技术文明，他们应该在无线电波中呼喊，在激光中闪烁，在宇宙的某个角落等待着被发现的时刻，但我们什么都听不到。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用普华永道和牛津大学2018年的最新估算，仅自我毁灭概率这一个变量就能把20个文明杀死到只剩1个。也许人类是这片寂静宇宙中最后的文明，也许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无数个文明像夏夜的萤火虫一样闪烁过，然后又熄灭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因为他们的信号已经在宇宙的漫长岁月中消散得无影无踪。还有一种观点更让人心寒，稀有地球假说。地质学家沃德和布朗克指出，在银河系2000亿颗恒星中，同时满足稳定轨道、巨大卫星、磁场保护、板块运动等10几项条件的行星，可能只有1颗，这一颗就是我们脚下的地球。如果它们是对的，那么人类不是在寻找外星人，而是在证明为什么只有我们。但这就是费米悖论的恐怖之处，我们应该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费米悖论问世70年来，科学家、哲学家、科幻作家提出了数十种理论，试图解释它们都在哪儿。这些理论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最诡异的思想实验，每一个答案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推论，每一种解释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第一种解释是最残酷的，我们是孤独的，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他们存在过，但他们都死了。宇宙用了138亿年酝酿出适合生命的环境，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可能出现过无数次生命的火花，但每一次火花都在某个关键时刻熄灭了。也许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存在一个被称为大过滤器的死亡陷阱，
大多数试图发展技术的物种都在那个陷阱面前倒下了，而我们可能正站在这个陷阱的边缘，望着深渊。第二种解释是稀有地球。如果我们真的是银河系中唯一拥有复杂生命的星球，那意味着人类不是宇宙的常态，而是宇宙的奇迹。这个奇迹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如果我们在地球上灭绝，宇宙将重新陷入死寂，没有观察者，没有记录者，没有人知道银河系曾经存在过智慧。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孤独，这是字面意义上的虚无。第三种解释细思极恐，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但我们无法识别。想象一下，你走进一片原始森林，森林里有蚂蚁的蚁穴，有蜘蛛的蛛网，有鸟儿的巢穴。蚂蚁知道你的存在吗？它们能理解你的目的吗？它们能识别你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吗？也许外星文明就像我们闯入森林一样闯入了地球，但我们的感知能力太低，低到根本无法理解它们的存在形式。它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渗透在我们的空气中，溶解在我们的水里，甚至藏在我们自己的基因里，而我们浑然不觉。第四种解释是时间差问题。宇宙太大了，大到连光都要走10万年才能穿越一个星系。也许外星文明确实存在，他们确实在广播，但他们的信号还在穿越宇宙的漫长旅途中。想象一下，你在海上等待一封信，信从大西洋彼岸发出，需要3个月才能到达。但问题是，如果对方在300年前就发出了信号，而你一直在等待，你会在第3个月的第1天就放弃吗？我们可能不是听不到外星人的信号，我们只是太急了。第5种解释是黑暗森林法则。这个名字来自刘慈欣的《三体》，但它描述的可能是冷酷的现实。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没有人敢发出声音，因为一旦暴露自己的位置，就会引来更先进的文明。你会不会开一枪？答案是不会，因为你不确定对方是敌是友，而开枪的代价可能是你自己的灭亡。所以，所有文明都在沉默，屏息凝神，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人类向宇宙发送的每一个信号，都是在向黑暗中的猎手宣告自己的位置，而我们还浑然不觉。第6种解释是动物园假说。外星文明可能有意避免与人类接触，就像我们建造动物园，让动物在受保护的环境中自由生活，却不会让参观者和动物直接接触。人类可能是被保护的对象，也可能是在观察的对象。197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射电天文学家约翰·鲍尔提出天文馆假说，外星文明可能像建造天文馆展示宇宙一样，让我们在他们设计的空间里生存，而不会让我们直接接触到真实。这听起来像是科幻，但如果这是真的，意味着我们仰望的星空可能只是一块幕布，我们以为的宇宙可能只是一个布景。第7种解释，也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种，是模拟假说。物理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的计算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模拟宇宙中的概率接近100%。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外星人可能就是程序员设计来测试我们反应的程序。我们60年的筛题搜索只是程序中的一个彩蛋，而我们思考费米悖论的每一个深夜，都只是这个程序在运行中的一个循环。这不是疯狂，
这是数学。每一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以为的宇宙可能不是真正的宇宙，我们以为的现实可能不是真正的现实，而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角。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些被尘封的档案。1947年的一个夏夜，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镇的农民在雷电风暴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碎片。军方迅速封锁了现场，带走了所有东西。空军随后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我们捕获了一个飞碟。6小时后，这份新闻稿被撤回，取而代之的是气象气球的残骸。76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已经被改编成无数部电影、书籍和阴谋论。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罗斯维尔移开，看向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档案，我们会发现一个更诡异的事实：美国政府实际上从未停止对不明飞行物的秘密研究。从1947年到2022年，美国政府建立了至少5个不同的秘密项目来研究 UFO。这些项目的名字从蓝皮书计划到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每一个都曾经存在过，每一个后来都被关闭或保密。但为什么一个现代国家要花几十年时间研究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答案可能藏在2022年美国国防部成立的一个叫全领域异常解析办公室的机构里。这个机构的任务是研究所谓的不明空中现象，也就是 UAP。 这个名字的改变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承认了一个事实：这些物体不是来自外星或地球，它们来自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而它们的性能远超任何已知的航空技术。国防部前雇员路易斯·埃利松多在2023年的国会听证会上透露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数字。但是2012年到2015年间，美国军方就记录了超过143起无法解释的空中相遇事件。这些物体能在没有任何可见推进系统的情况下悬停，能在没有任何声波干扰的情况下以超音速飞行。它们的加速性能需要数十倍地球重力才能实现，而已知的任何飞行器在这样的加速度下都会解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物体的行为模式似乎在刻意回避人类的追踪。当军用雷达锁定它们时，它们会突然加速消失；当战斗机接近它们时，它们会做出不可思议的规避动作，那种动作在物理上几乎不可能实现。有军事飞行员描述说，他看到的东西违反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空气动力学定律，而当他和这个东西对视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不是因为那东西看起来很可怕，而是因为那东西知道他在看他。在2023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当被问及这些 UAP 到底是什么时，五角大楼前官员的证词暗示有些真相可能不能公开。不能公开，为什么？美国政府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公开的？尤其是在一个自诩透明的社会里，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如果公开了，会引发比承认外星人存在更大的恐慌。你会不会想象过这样的场景？你生活的世界里有一个所有人都知道，但所有人都假装不知道的秘密。那个秘密被藏在五角大楼的保险柜里，被锁在情报机构的密集文件里，被埋在你每天看的新闻报道之外的某个角落。而你
一直被蒙在鼓里。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但它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这意味着，在1969年人类登月之前，没有任何地球人见过月球背面的真正面貌。那片永远背对我们的世界，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但真正让这个问题变得细思极恐的是冷战时期的一系列发现。1976年，苏联发射了月球24号探测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月球背面着陆。探测器传回地球的数据中，有一张照片显示，在月球背面有一块巨大的非自然结构，这块结构呈几何形状，有着明显的棱角和规律性，在自然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形成。苏联官方将这张照片标注为最高机密，直到苏联解体多年后才被解密。但那时候公众的兴趣早已消散，这张照片也很少被人注意到。阿波罗任务的宇航员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执行登月任务期间，宇航员们多次报告在月球轨道看到闪光和不明物体，这些目击被记录在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中心的通话录音中，但 NASA 至今拒绝公开部分对话录音，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一个登月任务里能有什么国家安全？如果月球背面真的存在外星基地或人工结构，这就意味着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推论：我们被允许探索月球的正面，却不允许看到背面，就像科幻小说《三体》中描述的质子锁死地球科技一样，我们从未被允许真正认识月球。2019年，中国的嫦娥4号探测器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在选择着陆点时，中国科学家特意选择了一个被称为艾特肯盆地的巨大撞击坑。这个选择不是随机的，因为有传言说那里是外星人基地最可能存在的位置。嫦娥4号传回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数据，但关于外星人基地的传言至今没有定论。你会不会有过这样的感觉？你的房间里有一个你从来没有打开过的抽屉，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知道它可能是空的，但每次经过它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想，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月球背面就是宇宙给人类留下的那个抽屉，几千年了，我们不敢打开它，或者不被允许打开它。冷战是20世纪最诡异的时期，两大超级大国在核武器的阴影下对峙，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引发毁灭性的战争。但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中，有一个话题悄悄成为了双方的共同秘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记录了一个惊人的事实：1967年，美国和苏联破天荒地通过秘密渠道交换了各自的 UFO 档案。这不是官方外交，这是非官方渠道的私下交流。两个互相用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超级大国，为什么要在 UFO 这个话题上合作？答案让双方都感到困惑。苏联人也有同样的目击报告，他们描述的 UFO 形状、行为模式、飞行轨迹和美国飞行员描述的高度相似。这意味着，要么 UFO 是两国共同的幻觉，这在科学上几乎不可能；要么它们来自第三方。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曾将 UFO 当作潜在的军事威胁来处理。
美国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专门建立了追踪 UFO 的程序，理由是不明飞行物可能是苏联的秘密武器。苏联则更直接，他们的防空系统多次尝试击落 UFO， 但所有的导弹在接近目标时都偏离了轨道，像是被某种力量轻轻拨开。1981年，苏联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尝试，他们在一个废弃的导弹基地架设了无线电发射器，开始向天空发送特定的频率序列。这不是随机的噪声，而是一组精心设计的数学序列、质数序列。苏联人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宇宙中真的有智慧生命，他们应该能理解数学，而质数是宇宙中最通用的语言。3天后，那个基地方圆10公里内的所有电子设备全部烧毁，发电厂停止工作，通讯中断，雷达失灵。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回应？没有人知道答案。苏联官方将这件事列为最高机密，理由是避免引发恐慌。30年后，当这个故事被解密时，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个讽刺的事实：那个基地周围的居民在事件发生前几天曾报告看到天空中有异常光点在闪烁。你会不会想象过这样的场景？你和你的邻居在一条黑暗的巷子里行走，你们都听到了前方有声音，但你们谁都不敢说话。你们都在假装那声音不存在，因为一旦开口，一旦承认你们都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你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那声音到底是什么？美苏两国的冷战领导人在 UFO 这个话题上就是这样的邻居。1974年，波多黎各阿雷西博天文台的射电望远镜向五仙座 M13 球状星团发送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后来被称为阿雷西博信息，是一个167比特的2进制图案，包含了人类 DNA 的结构、人口数量、太阳系位置等核心信息。天文学家们兴奋地宣布，我们向宇宙宣告了人类的存在。现在，让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个决定。想象一下，你在森林里迷路了很多天，终于在某个夜晚，你看到远处有光亮，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在不知道那光亮是来自救援队还是野兽的情况下，朝那个方向大喊？霍金生前多次警告，主动联系外星文明的危险性。2016年，在腾讯 W1 大会上，他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如果真的有外星人，访问地球的结果就像哥伦布抵达美洲一样，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好事。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但很少被认真对待。我们愿意相信外星人是善良的，是智慧的，是愿意和我们和平共处的，但这个信念有科学依据吗？一个技术文明如果能够制造到达地球的飞船，他们的技术必然远远超过人类。就像我们看待蚂蚁一样，我们有能力摧毁蚂蚁的巢穴，但我们对蚂蚁没有恶意。可问题是，当我们在修路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蚂蚁的感受吗？但人类从未停止暴露自己。1977年，旅行者1号和2号探测器携带了金唱片进入宇宙。这张唱片里收录了地球上的声音、音乐、图像和问候语。1990年，旅行者1号在完成太阳系行星探测任务后，转身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暗淡蓝点。在这张照片里，地球只是阳光中一个微小的点，一个微不足道的尘埃。但这张照片被广泛传播，
人类第一次从宇宙的角度看到了自己。2009年，人类向太空中发送了更强大的广播信号“银河呼唤”。这个信号的目标是一个叫北河2的恒星，距离地球42光年。如果那里真的有人监听，他们将在2051年收到这个信号，然后在收到后再花42年回复。也就是说，即使一切顺利，人类也要等到2093年才能收到回音。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更令人不安的计算。地球在过去100年间已经向宇宙泄露了大量无线电信号，这些信号以光速向外传播，形成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半径100光年的信号炮。这个信号炮正在以每年1光年的速度扩张，这就意味着以地球为中心半径100光年的球体内，任何监听者都已经知道这里存在一个技术文明。100光年听起来很远，但在宇宙尺度上，这只是隔壁街道的距离。你的邻居已经知道你住在这里了，而你还在问，他们真的存在吗？第7章，塔比星之谜。当科学无法解释现象，2017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在分析一颗距离地球1500光年的恒星时，发现了一个让天文学家困惑不已的现象。这颗被称为塔比星 KIC 8462852的恒星，亮度出现了不规则下降，有时高达22%。22%是什么概念？如果太阳的亮度下降22%，地球上的气候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天文学家见过恒星亮度下降，但那通常是因为一颗行星从恒星前面经过，那种情况下亮度下降很少超过1%，而塔比星的亮度下降幅度是正常现象的20倍以上。这不是行星，行星不会造成这种程度的遮挡。塔比星的亮度下降没有规律，无法预测，持续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没有任何已知的自然现象能解释这种变化。天文学家提出了各种假说：彗星群、星际尘埃、恒星吞噬行星。但在所有假说中，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外星巨型建筑。这个假说来自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思想实验。戴森提出，一个技术足够先进的文明可能会建造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围绕恒星，用它们收集的能量来支撑文明的运转。这些结构被称为戴森球，它们会遮挡恒星的光，在远处观测时会呈现不规则的光变曲线。这正是塔比星呈现的特征。想象一下，你在夜里看到邻居家的灯忽明忽暗，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会以为灯泡坏了，但如果你确认灯泡没问题，你会不会开始怀疑邻居在用什么？你在观察邻居，邻居知道吗？塔比星的发现让人类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坚持这一定是自然现象，还是承认这可能是外星技术的证据？大多数科学家选择了前者，但问题是，自然现象的解释一次次被证伪，而外星巨型结构的假说却一次次被验证为最简单的解释。突破聆听项目成立于2016年，目标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搜寻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塔比星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项目动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射电望远镜来分析这颗恒星，但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你会不会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件你一直坚信的事情突然开始出现裂痕，你越是试图修补那个裂痕，它就变得越大。你是该承认自己错了，还是该继续坚持？对天文学家来说，塔比星就是那个裂痕，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艰难地做这个选择。大过滤器理论是解释费米悖论最令人不安的假说之一。这个理论认为，宇宙中存在某个关键节点，在那里，文明的存活概率会急剧下降。大多数试图发展技术的物种都在这个节点面前倒下了。它们可能曾经繁荣过，曾经强大过，但最终都消失在宇宙的长河中，就像夏夜中一闪而过的流星。问题是，这个节点在哪里？牛津大学未来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数字。根据他们的计算，人类在未来500年内灭绝的概率高达19%。这意味着，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有生之年，都有极小的概率见证人类文明的终结。而导致这个风险的，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核战争。人类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差一点就发动了全面核战争。那场危机的结束是侥幸，不是因为人类变得理性了，而是因为一个苏联潜艇艇长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不发射核鱼雷。如果那个艇长不在那艘潜艇上，如果那天海上不是风平浪静，如果那个决定性的下午有不同的结果，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气候变化。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已经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这些不是未来的威胁，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人类无法在接下来的50年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地球可能会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人工智能，这可能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风险。人类一直认为人工智能是工具，是服务于人类的。但当人工智能的能力越来越强，当他们开始能够自主学习和自我改进时，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天超越人类，成为一个全新的、我们无法预测的存在？小行星撞击，这是好莱坞最喜欢的主题，但也是最现实的风险。地球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生物大灭绝，就是由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引起的。人类目前没有能力预防这种撞击，而下一次这样的撞击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你会不会经常想，明天会发生什么？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家人的未来，担心自己孩子的未来？但你想过吗？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努力，而取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选择。如果大过滤器真的在我们前方，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在它到来之前突破到星际文明，成为能够在宇宙中传播的生命形式，要么成为宇宙中的短命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历史告诉我们，文明从能够毁灭自己到真正毁灭自己，往往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窗口。古罗马帝国掌握了制造和使用毒药的技术，如果他们有今天的核武器，谁敢说他们不会用？苏联和美国在冷战高峰期险些发动核战争，那场危机发生在1962年，距离我们只有60多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宇宙中真的有外星人，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70年了，
我们建造了射电望远镜，发送了广播信号，发射了探测器，进行了无数次的搜索。我们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努力，投入了最聪明的大脑，建立了 SETI 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沉默。这个沉默可能意味着很多事情，可能意味着我们真的是孤独的，宇宙的舞台上只有人类这一个演员，可能意味着他们存在，但他们选择了沉默，就像我们在做的那样。可能意味着他们曾经存在过，但都已经消亡了，我们只是在寻找他们的遗迹。可能意味着我们被观察着，被保护着，或者被囚禁着，而我们不知道。也可能意味着我们问错了问题。费米悖论假设了外星文明和我们类似，他们发展技术，他们使用无线电，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联系。但也许外星生命的形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许他们不需要飞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空间。也许他们不需要无线电，因为他们用我们尚未发现的方式交流。也许他们不需要联系，因为他们早就超越了这种原始的需求。你会不会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寻找外星生命的时候，总是假设他们和我们一样？如果你养了一缸金鱼，你会期待金鱼理解人类的存在吗？你会期待金鱼知道你在照顾它们吗？你会期待金鱼有能力联系你吗？也许我们就是那缸金鱼，而宇宙中真正的生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更高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寻找是徒劳的。从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到2023年国会听证会 UFO 或者说 UAP， 已经从一个边缘话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从 SETI 到突破聆听，人类搜寻外星信号的投入已经超过50亿美元。这一切努力都指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孤独的吗？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也可能答案就在我们即将发现的那一刻。但正是这个问题，让人类从仰望星空的动物变成了试图理解宇宙的物种。深夜里，当你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一堆遥远的光点，还是无限的可能性？是你脚下的蓝色星球，还是宇宙中无数可能存在的文明？你会不会觉得宇宙很可怕？它太大了，大到我们显得如此渺小。它太老了，老到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瞬间。但你会不会也感到一种奇妙？一个如此渺小的物种，却能够思考宇宙的奥秘，却能够提出我们是孤独的吗这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奇迹不需要答案。